10年后的我给我留下了一本日记，上面记录着我的未来。可当我满怀期待的打开后，看到的第一句话竟是让我明天必须去嘎，然后再立刻杀掉一个人。我顿时大骂傻福想要撕掉日记，可日记接下来的内容却让我深信不疑。他先用3件事证实这的确是我自己所写，接着解释了我必须死去的原因。你现在应该高3，明天就会觉醒，你将觉醒史无前例的唯一 X 级天赋死亡复制。一旦你被嘎，便可以复制对方的天赋。我忍不住暗骂，这是什么狗屁最强天赋？我都嘎了才复制天赋有什么用？他的确也被称为最没用的天赋，所以你必须嘎在一个叫陈峰的人手里，因为他觉醒的是死亡回荡12小时，也就是在死后回荡12小时前的时空。若是你的天赋加上他的，你猜会发生什么？看到这里，我瞬间头皮发麻。假如日记没骗人，2种天赋一旦融合，我将获得史上最强的天赋无限复制。但我并没有完全相信日记的内容，毕竟失败后的代价可是死亡，所以我得先验证日记是不是真的，然后再确保自己能毫无意外的死在他手上，否则我就彻底完蛋了。当我打算继续翻看下一页时，却怎么也翻不开。我猜大概是设了某种限制。把日记放好后，我躺在床上计划着明天的行动，想着想着便不知不觉的睡了过去。第二天早上，整个高3的学生都汇聚到了操场上，准备进行天赋觉醒。此时我的目光落在富二代陈峰身上。轮到我觉醒之前，我忽然向班花柳如烟借了手机，以柳如烟的名义约陈峰放学后去小树林见面。很快就轮到了我马上走到觉醒石前，将手按了上去。下一刻，我的脑子里突然蹦出一行字：EX 级天赋，死后复制，死后可以复制对方的天赋，跟日记本上未来的自己说的一模一样。我深吸一口气后，便直接去了小树林。等了10几分钟，陈峰果然来了。他看见我很是惊讶，不明白为什么出现的会是我，而我则一脸坏笑地看着他。你觉醒的天赋是死亡回荡12小时吧？闻言，他脸色变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还知道你在原来的学校因躁狂症发作嘎了一个同学，你家里帮你摆平了，但你逃不掉的。闻言，他眼睛通红。我从怀里掏出小刀，塞进他手里，继续刺激他。你不过是个懦夫，没有你家人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柳如烟一辈子都不会喜欢你，我嘎了你。他彻底疯了。扑哧，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，1下、2下、3下，我的意识逐渐模糊。当我再次睁开眼时，眼前是一片漆黑的空间，正中央一颗金色光球飞进我体内。SSS 级天赋，死亡回荡12小时，复制成功。紧接着，熟悉的眩晕感袭来，我又闭上了眼。闹钟响了，6月7号凌晨1点07分，距离觉醒天赋还有不到12个小时。我一把抓起床头的日记本，翻到下一页，上面写着第2步。在陈峰觉醒天赋之前嘎了他，他要是觉醒了死亡回荡，就再也嘎不掉了。还写了一句让我没法犹豫的话。他未来会变成人族叛徒，你嘎他是在保护你的家人。听到这，我内心的负担已经全无。果然，最了解自己的还是自己。而日记接下来的内容，则是教我如何借刀嘎人。此时我来到书报亭，把一张折成心形的红纸塞进铁皮门缝里，接着有规律的敲了几下。那是拜异族的暗号。人族时常会以这种方式帮助万族暗杀人族的一些天才，这也是为什么每个人族觉醒天赋后不能暴露的原因。如果不出意外，陈峰必定活不过今晚。很快来到第2天，跟之前一样，唯一不同的是陈峰嘎了。此时我回到房间，立马掏出日记本。未来的我果然又留了新东西。这一页有个小凹槽，里面躺着一只指甲盖大的黑虫子。日记上写着：恭喜你，10年前的我自己，你现在身上应该有2个天赋了。接下来最重要的是6个月后考上龙津武道大学。这只虫子叫智慧虫，万族那边用来分析人族天赋的宝贝，人族损失无数强者才搞到手的。它咬人一口，12小时不治就会死，但重点是它能让你获得智慧虫族的 SSS 级天赋智慧之书。闻言，我捏起虫子，让它咬我。随即我的意识逐渐模糊。当我再次睁开眼时，我的脑海里也出现了一项天赋信息。信息结束后，智慧之书竟直接变成了智脑系统。我通过询问得知了这个智脑的各项能力：第一，鉴定分析，近乎无所不知的万物图鉴；第二，优化简化，矫正修炼动作，优化武技；第三，界面显示，话音刚落，我眼前就浮现出一个面板，姓名叶天，气血值 0.72， 天赋 EX 级死后复制 ，SSS 级死亡回荡12小时，智慧之书。见状我大喜，这不就是小说里的金手指吗？我二话不说，让智脑给我找最适合的炼体术和呼吸法。他秒速筛选了万族炼体术和先天胎息法。根据我的身体数据，在一进武者之前，先练大力猿族篇、金鹏族篇和金刚牛族篇，力量、速度、体魄全都要。先天胎息法我很快上手，第一次运转就觉得脑子清明，周围一切都变清晰了。但万族炼体术差点要了我命，3篇练完，我直接瘫在地上。第2天一早，我就到了学校训练馆等待气血测试。测试开始前，班主任告诉我们，本科线20，一本线40，顶尖大学要70。我目前只有 4.1 的气血值。听见这些录取线后，顿时一阵头大。就在这时，一群夜行人闯了进来，将所有人团团包围。随即我查看了扎马尾女人的属性面板，气血值35000，3进武者中期。此时那个马尾女人扫了一眼全场。各位同学，我是第3安全区夜行人第1分队队长夏玲，现在怀疑你们当中混入了一个从上在逃敌拜异图，希望大家配合我们进行抓捕。话音刚落，我脸上突然一热，小东嘴里突然喷出一口血，一柄黑色战刃从他胸口穿了出来。他上一秒还笑嘻嘻的，此刻瞬间变得惨白。天哥！身后一个刀疤中年人狞笑着抽出战刃，冷冷扫了我一眼，然后一把抓起旁边的柳如烟。小东倒在地上，眼睛还睁着。我跪在他身前，脑子里全是他的声音：天哥，你激动不？天哥，去上网不？天哥，我也要上前线。往昔一幕幕像走马灯一样闪过去，我看着他的尸体，长长呼出一口气。放心，你不会死的。我深吸一口气后，便迅速朝着刀疤男冲了过去。
刀疤男被我的举动给吓了一跳，夏琳也在一旁冲上来想要阻止我，但此时的我已经冲到刀疤男面前，他突然刀锋一转，朝着我的脖子就是一刀。当我再次睁开眼时，又来到了那个漆黑的空间。丁，你获得了1级天赋，改头换面。我叫叶天，这是我又一次重来。此时距离检测气血值还有12个小时，我擦了擦额头的冷汗，开始想这次怎么救小东。未来的我在日记里说过一句话，有些事情不知道才能够改变，改动越多，蝴蝶效应就越大，反而可能搞砸。所以我尽量保持和上次一模一样的行动轨迹，而我只多做了一件事，那就是提前备好了软骨迷香。检测当天，一切按部就班。我首先跟小东换了位置，此时智脑在我脑海里同步提醒，拜异教徒用改头换面天赋变成张俊。主人，快往前扑，他要攻击了！我抓着黎向东猛地往前一扑，后背传来一阵刺痛，被划破了一层皮，但也仅此而已。身后那个刀疤中年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失手了。他恶狠狠瞪了我一眼，没再进攻，转身一把抓起了旁边的柳如烟。夏琳手持战刃挡在他面前。李飞宇，放开他！柳如烟吓得脸都白了。这时候我站起来了，我说大叔，用我来换他，怎么样？闻言全场安静。夏琳惊讶地看着我，刀疤中年也愣住了。我走到气血测试仪前，扎了自己一滴血，把声音调到最大，气血值4.13。见状，所有人大惊。大叔，挟持我！顶尖高中的天才也就0.8，而我直接蹦到4.13，我比他更有价值。闻言，刀疤中年的眼睛亮了。夏琳急了，这位同学，你不能这样！但他越急，刀疤中年就越兴奋。他一把推开柳如烟，把我拽到怀里，战刃架上我的脖子。不过他没注意到刚才交接的时候，我在他身上撒了软骨迷香。发作了，夏队长，动手！话音未落，一道白光闪了。刀疤中年捂着喉咙缓缓倒下，夏琳眼睛里带着一丝异彩看着。软骨迷香，难怪他能被你推开。我瘫坐在地上，全身脱力，虽然能死后回档，但每回档一次精神力都会损耗。我转头看了一眼旁边吓傻了的小东，这二货还不知道他刚才差一点就要打了。此时一群同学将我围了起来，差点把我挤成肉饼。柳如烟显然看到我不舒服，连忙喊大家散开，而小东这二货不知道什么时候凑了过来，眼眶都红了。天哥，从今以后我都听你的，要不是你，我怕是凉了。我一拳捶他肩膀上，少说漂亮话，赶明儿请我吃顿大餐就行。看着他现在活蹦乱跳的样子，我心里终于踏实了。柳如烟也红着脸道谢，我摆了摆手说都是同学，不用客气。随即我走到夏如面前，他大概猜到了我想问什么，告诉我张俊只是被打晕了，人没事。接着他反问我，叶天同学，你一个普通高中生，为什么会随身携带软骨迷香？这东西要3万块钱吧？你家应该不算富裕才对。闻言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但早就想好了说辞。玲姐，我这不是想自己买药材配点气血药品省钱吗？气血药品没配出来，误打误撞配出了类似软骨迷香的东西，本来打算拿去卖钱了，这解释半真半假。好在夏如信了，只是惊讶的说我不仅武道天赋惊人，居然在药剂研究上还有如此天赋。接着对我关心的叮嘱了几句，说会帮我申请一笔奖金，还让我上传配方到研究院工会赚取赏金。说完冲我笑了笑就走了。夏琳走后，班长就把我带到了校长办公室，看来校长已经知道我气血值的事，他叫我来就2件事，先表扬了一番我今天的行为，然后告诉我学校决定给我颁发见义勇为奖和特殊贡献奖，当面发放15万奖金，希望我能拿着这笔钱好好备战高考，为学校争光。放学后，我根据智脑的数据库买了10几包药材，回到家，父母突然看到这么多钱，先是满脸惊愕，接着严肃地追问这些钱哪来的，而我则拍拍胸口告诉他们别担心，我的气血值是4.13，这是学校专门给我发放的奖学金。闻言他们彻底愣住，他们非常清楚刚觉醒就有4点气血是什么概念。父母和我寒暄几句后，我便回到了房间，开始查看夏琳白天建议我加入的研究院工会信息。不知不觉过了4个小时，我的研究院工会论坛等级也从0级升到9级，还赚了上百亿米。就在这时，我家大门响了，请问是叶研究员的家吗？我们是研究员工会最高秘委，奉命前来接叶研究员和他的家人前往第9安全区的中心农场。交谈片刻后，我跟爸妈还有弟弟便被分成2辆车护送。路上我忍不住问那个战甲男人为什么这么急，他说了很多，我只记住了一句：叶研究员，目前人族内部有问题，拜异教这些年越来越猖獗，不少刚觉醒的天才还没来得及成长就被暗杀了。整个大夏最安全的地方只有中心农场。我正琢磨这句话时，外面忽然传来一声巨响，轰！战甲男人脸色骤变，敌袭！话音刚落，前方冲天火光炸开，整条路都被掀翻了。下一秒，一道剑气从天而降，战甲男人带着我飞了出去。也就在我刚离开装甲车的瞬间，父母所在的装甲车也被剑气撕裂成了2半。我刚从家人去世的悲痛中回过神，头顶就传来一道声音：难怪下面那群废物不惜请我亲自出手。护着我的战甲男人瞳孔一缩，8进武者，人族后方居然还藏着你这等败异徒。闻言那人笑了，拜异教，别拿我和那些废物相提并论。战甲男人没再废话，他把自己的战甲变成手环，按在我手臂上，手环立刻变成了全套战甲，把我包裹起来。这套 S 级战甲能挡7进攻击，往第7安全区跑。夜行人马上到，我拖住他，然后他猛地把我往前一推，跑！空中的叛徒冷笑：一个7进武者，谁给你的勇气阻挡我8进？战甲男人没理他，从怀里掏出一根能大幅提升实力的绝命针，扎进了自己手臂，10分钟后必死。那人有些惊讶，这么拼命，为了这该死的人族，值得吗？战甲男人没有回答，他脸上青筋暴起，气息疯狂攀升，藏头露尾的东西，敢不敢报出名号来？我都隐藏样貌过来了，你觉得我会暴露身份？我在下面死死盯着天上那团阴影，想把他的特征记下来，可整个人都笼罩在阴影里，连动作都看不清。智脑想分析，但什么都做不到。2人打起来了，长枪对长剑，空间都被撕裂了又恢复。跑啊！叶研究员！战甲男人发现我还在原地，急得大喊。就这一分心，对方一剑刺穿了他的腹部，他吐着血掉在地上，还朝我爬。
爬，跑，快跑！我咬着牙说了句抱歉，要不是我想试验升到9级研究员，他不会有这场无妄之灾。不过没关系，一切都会重来的。天上的叛徒已经不耐烦了，他长剑一挥，剑气朝我扑来。战甲男人用身体挡住了这一击，趴在地上再也爬不动了。跑，他跑得掉吗？那人在天上享受猫捉老鼠的快感，我根本没有跑，而是盯着他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我会杀了你的，一定会。”他笑了，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。杀了我，你凭什么？话音刚落，他举起长剑，一道白光从天而降，把整个地面劈成2半。S 级战甲根本挡不住。下一刻，我的眼前彻底黑了。丁，你已被人族叛徒杀死，复制成功，恭喜获得 SSS 级天赋剑心通明。上一世我被8境叛徒一剑劈死之后，这一世我学聪明了，研究员论坛可以上，但不能在4个小时内冲到9级，那种速度等于直接告诉全人族我身上有鬼。这一次我稳着来，先报名加入研究员工会 ，ID 名字还是叫救世主，但只发布了壮骨养鸡散的配方和一门蛮牛炼体术。接着我尝试配置药剂，30次成功了28次，紧接着我开始吞药剂，第一口灌下去，药力像火一样烧遍四肢。我练万族炼体术练到浑身发抖，大力猿、金鹏、金刚牛3天轮着来，我喘得像条狗。就这么练了1个月，面前弹出淡蓝色面板，气血值 101.75，一进武者前期。突破那一刻，我差点喊出来：武徒到武者，才算是真正踏上武道。更爽的是，智脑告诉我可以开始修炼观想法了。就在这时，后台弹出一条消息：尊敬的救世主研究员，我是丹峰制药公司的药方授权谈判员，想和您谈一谈合作的事情。丹峰制药公司，我眉头一挑，药品制备领域的龙头企业居然主动找上我。交谈片刻后，壮骨养鸡散的最终报价为400万到500万。不过眼下还有更要紧的事，那就是修炼观想法。我盘腿坐在地上，智脑给我找的神魔观想法，练成之后能让精神力暴涨，这意味着我能连续回荡更多次，甚至能回到更久远的过去，但失败率极高，别人失败1次就精神崩溃变成傻，而我有死亡回荡，可以无限试错。于是我开始运功凝聚精神力，谁知我一运功脑子直接炸了。再睁眼，我又回到了12小时前，我疼得直咧嘴。不过没关系，一回不行就2回，2回不行就100回，总有一天能练成。到时候别说连续回荡，就算要回到觉醒天赋那天，也不是不可能。我用完2次回荡后，还是没练成神魔观想法，甚至连门槛都没摸到。不过我早有心理准备，每次失败精神力其实都在缓慢提升，成功率只会越来越高，但我的身体和精神都扛不住。我倒头就睡，醒来已经是第2天。此时我来到训练馆，场景跟上次差不多，同学们一个个上去测，最高的就是柳如烟的 15.91， 连老班都惊讶了一下。总算轮到我了，我把手指按上去，然后一个数字跳了出来， 101.75。 见状整个训练馆都炸了，老师们凑到仪器前检查了半天，确认没坏，1个月从 4.13 到一进武者前期。去年全国高考状元也就这个水平，之前还在背后说我家里穷买不起气血药品的那些同学，现在看我的眼神只剩下敬畏。当你高到他们永远追不上，嫉妒就变成了崇拜。而小东那二货则拿话筒喊牛批，老班这次没骂他，还跟着喊了一句。柳如烟凑过来说以后修炼问题能不能问我，我点头应下，但心里清楚人族都要灭亡了，我没心思琢磨儿女情长。老班很快把我叫到校长办公室，校长把6个月的18万奖学金提前发给我，并告诉我后面5个月测试可以不用来了，还让我去天才训练营训练。我点了点头，便离开了校长办公室。里面是一门炼体术，一门呼吸法，一个药剂配方，比你现在练的好不少。壮骨养鸡散气血提升效果是补血散的3倍，成本只要1000块。闻言小东手都抖了，天哥，这太贵重了，私自传授炼体术是犯武者律的，放心，市场上从来没出现过，就当是我创的，你自己用不盈利就没问题。此时小东眼眶都红了，天哥，你就是我亲哥。回到房间后，我开始记录并背诵赤牙兔族和云鼠族的信息。虽然智脑什么都知道，但只有装进自己脑子里的才是真正属于我的。战斗中哪来得及一个个查？况且我发现了一个利用回荡的窍门，那就是肉体上的提升会回到12小时前，但记忆不会。如果我利用每轮回荡前的12小时拼命学习，那么我的1天就等于别人的2天。随着精神力提升，这个时间差还会越来越大。接着我又试了2次神魔观想法，但还是没成功。不过我没气馁，这玩意儿本来就不是一朝一夕能练成的。我没再回荡，而是去了烈火武馆做一进武者认定。此时我租了间修炼室，踏入一境之后，万族炼体术换了大地熊族和文云虎族新篇章。本来以为比之前少了一个篇章会轻松点，结果第3遍就给我累趴下了，躺地上半天爬不起来。我休息够了就接着练武技，智脑给我挑了3门剑道方面的武技，狂风剑诀，一剑快似一剑，剑势像狂风巨浪，咫尺剑步，能在极短距离内连续移动。叠浪剑吟，通过剑吟对敌人造成攻击。3门全是剑道武技，再配合上我那个 SSS 级天赋剑心通明，效果会更强。几个小时下来，3门武技全部彻底掌握，修炼速度和领悟速度提升100倍。这天赋真不是闹着玩的。我瘫在地上喘着粗气，不过今天太晚了，异族猎场明天再去，正好拿那些异族试试这3门武技到底有多猛。第2天，我到了异族猎场。负责人反复强调安全事项，说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就按手环呼救，还说猎到的异族武馆要抽30%。刚进入森林，我就被一股泥土气息钻进鼻子。运转先天胎息法的时候，我惊讶地发现比平日顺畅了不少，连周身气血都被带动了。异族猎场靠近万族战场，能量浓度果然不是人族后方能比的。我快速在林中穿梭，很快找到了一只尖牙鼠，智脑自动弹出它的信息，气血值100到200，一进武者前期。天赋里没有我看得上的，
我便直接出手。那只尖牙鼠正在跟一条蛇缠斗，我一步踏出，黄蜂剑诀像咒语一样劈过去，两只一进前期的异族一击都没扛住。我看了看地上的尸体，对自己的战力有了大概了解。以我目前的实力，面对一进后期的异族应该也不是问题。剑心通灵这个天赋太强了，100倍威力加成，难怪当初那个8境叛徒那么狂。我把2具尸体丢到一边，反正要回档，拿了也没用。与此同时，森林另一处响起了一个颤抖的声音：“哥，我们是不是要嘎在这了？”